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的这个文章，教你炒股票10，还有15。在上一周我跟大家一起做禅师文章分享的时候，我用了几个图形，因为很多时候啊，你讲的可能是不太清楚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图的话，会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观感。那么一张图可能胜过千言万语，所以说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发现，他的其他的很多课中也提到了很多股票，很多这个期权呢，他提到了很多具体的东西。那么如果说能够根据他提到的具体的股票，然后再结合图形的话，那么你再学起来可能理解起来更容易，对吧？那么这样我就找到了很多其他的图形图例，但是这些图形图例并不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也是比较懒的。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大量的禅师的文章、禅师的这个资料，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么我只是借用其他师哥师姐的已经做好的一个图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第10课的一篇文章，然后这是把这个画图软件这些话，这是禅师在文章里面说的话，对吧？然后这个是他提到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图形，然后这个的版权是在这个师哥或师姐的，这是他的网址，所以说我们是借用这个图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禅师说了什么。在教你炒股票第10课，2005年6月，本 ID 为何时隔4年后重看股票？2006年10月24号发的文章。2001年6月后，本 ID 就从未看过股票，直到2005年6月。本 ID 是严重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曾写有《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在网上广泛流传。但到2005年6月，本 ID 知道有些事情是不是人力可为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Let it be 吧。所以2005年6月，本 ID 时隔4年后看股票，这是禅师在第10课说的一段话。我们看一下，在这个2005年6月，这是2005年，这是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是它的6月份，然后这个图形应该是月线图，这个图形应该是月线图。我们看一下，以我们当下的这个禅论的知识来从图形上看一下，为什么禅师时隔4年开始看股票，对吧？那么因为这个图形，呃，是01年开始的，是从01年开始，01年最高点在2245点，05年6月在998，这就是998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点位。那么从2000多跌到了900多，对吧？是一直延续下跌。因为禅师说过，你要交易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图形上有你要交易的这个买点或者是卖点，对吧？因为它的资金量是很大的，它的资金量是很大的，它一般是参与的都是月线、周线的买点，月线或周线的3买，或者说这个3卖。打个比方，它一般都是做多了。因为当时在这个01年还有05年的时候，股票是不能做空的，对吧？那么它只交易在它的这个资金范围内的买卖点，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很多这个散户朋友，这个在做交易的时候，他没有去想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周期的交易，对吧？很多时候就是随手就买了，然后随手就卖了，他没有经过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思考。像禅师，他的资金量很大，所以说他只做周线日线的这个交易。那么在周线和日线这个交易没有出现买卖点的时候，它就不动。那么从2245点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图形，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然后这个是不够比，我们把这个给它画一下。那么这里是有中枢的，用我们现在缠论的知识给它分析一下，对吧？你一画出来之后就很清晰了，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然后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不够九段，这是进入段的话，这1、2、3、4、5、6、7、8，只有8笔。
8笔之后，这里还出现了一个3卖点，然后出现3卖之后又打了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对吧？在这个大周期上，这个盘整走势类型，这个大周期上出现了盘整走势类型背驰之后，这个位置它才开始进入，准备要开始买了，对吧？在它这个周期，这个是可以是一买的，这可以是一买点，因为这个周期是非常大，所以说你想在大周期上找出一个趋势下跌的话，那么这个可能这个公司要或者图形要非常长周期，对吧？那么这个针对这个的话，它是没有那么长，所以说在盘整就可以尝试进了。如果说你的资金量非常大的话，又是这么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图形，有进入段，有中枢，有3卖，有背驰，对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你交易的时候，一样的，一定是找到你要交易的周期，在你交易的周期下有你要进入的买卖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随意的这个位置都可以开仓的。这是这个第一张图。好的，那这是第二张图，我们继续看，这也是一个这是这个标的的名字五粮液，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认证，这个权证，它是一个权证，不是这个股票，就是五粮液的一个权证。那么其实很多人说啊，你这个缠论是只能分析股票的，是不能分析衍生品的，对吧？什么权证了，这个衍生品了，warrant，还有这个什么 option 了，不能分析。其实无所谓，你只要有 K 线都可以分析。禅师其实就用这个做例子，就是一个权证。那么它也是，这是2006年的这个一整年，这是5、6、7、8、9、10、11、12，对吧？这都是月份。那么在这个权证，他说什么呢？11月8号到12月7号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10月8号在这个位置，12月7号在这个位置，对吧？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啊，这是一个上下上下，对吧？一个这个盘整的整理的一个区间，或者说你用这个也可以，也是一个收缩整理的一个区间，一个三角区间。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还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刚好是一个时间周期点，这是为什么本 ID 能十分准确的加仓的原因。这个时间周期，禅师在他的文章中提过几次，但是提的并不多。其实他主要用的，就是这个，我们看他这几个数字，6日是11月8日以来的第21日，10月23以来的第34日，两个神奇数字。他说的这个神奇数字啊，21、34，其实就是斐波那契数字、斐波那契数列，对吧？这些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斐波那契这个工具，但是斐波那契数列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所以这些神奇数字。但是他后来的文章也说过，其实这些神奇数字啊，很难做到一一对应性。但是如果说你能发现的话，如果又比较熟悉这个的话，可能会找到一些买卖点。但是他在这里是用了这个，对吧？这是11月8号那一天，然后这是12月7号，那么它是利用这个时间周期，准确的抓到了这个12月7号，又是三角形整理，又是一个这个神奇数字，就是利用它的这个时间周期找到这个位置。但是用我们现在学过缠论这个来分析它的话，如果说10月23这个位置是一买的话，对吧？10月23为什么它是一买呢？你看它前面这里一个浪形下来，对吧？然后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又打了个低点，就10月23这点其实是个最低点，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中枢，然后这个位置开始这个走反向了，那么开始一笔上，然后开始做一个中枢，然后震荡在这里趴在这里，然后出现一个收缩整理状态，对吧？如果说我们要做的话，以10月23这个点位作为一个防守位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中枢的一个结构买点，对吧？两次震荡构成了一个结构买点，这些都是二买，前面这里是一买，对吧？你以10月23这里作为防守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交易这种权证也好，还是什么3倍、5倍、10倍的衍生品的时候，一定要有防守位。所谓的防守位就是你进场的一个依据，就这个点位不能够被跌破，因为如果说跌破它的话，那相当于这个下跌要延续，对吧？所以说你要有防守位作为你的这个止损的位置，或者它的下面一点点。在你做
其实在他阐释的文章里面讲到这个止损或者它叫止蚀，的文章内容并不多。为什么他说的很少呢？因为他说过一次，如果说以价格来作为止损或止蚀的话，其实是很愚蠢的。因为你在介入一个标的的时候，你是通过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的股票，你不是因为价格跌破了某一个位置，或者升破某一个位置止损或者止盈，而是因为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选股条件出现了变化，对吧？你可能是一直在盈利的图形还是非常好，但是它的基本面出现了大变化，不能搞了。这个位置即使它盈利的话，它也会出来，不是因为这个价格它需要止盈。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很少提及止盈啊、什么止蚀这些东西，因为他的用的方法不是纯粹技术方面，它是3个维度结合在一块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你如果说选好了标的之后，非常看好这个行业、这个公司，那么你就不要轻易的止损。我一直说的是分批进、分批出，对吧？你可能那个技术分析还不到位的时候，你可能就分批嘛，对不对？这样的话，你既不能买在最低点，也不能够卖在最高点，你就一个这个均值。这样的话，你整体心态是一个好的一个心态。而且啊，好的公司，即使你没有做任何交易的话，它有它的周期啊。一个好的公司它是有生长周期的，你即使买进去之后不做任何的技术方面的这个打差价，它也是会慢慢的盘旋生长的。对吧？我们要的是这种公司，所以说它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所以你即使不动的话，你也是赚钱的，或者说很难亏钱。这就是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单纯的做这个技术面的分析，也不要单纯的做短线。这个想长期赚钱其实非常非常难。如果说你只想靠基本面，只想靠技术分析看图赚钱，那可能1次2次不难，长期下来的话是会非常非常累，也很难达到一个高度。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验。好的，这是这个第2张图，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个，这是它的一个第3张图，也是这个师哥或师姐做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一只股票的一个图形，然后这里有2根均线，对吧？2个均线交叉出现了一个面积，然后这个是向下的时候有面积。那么这是阐释的这个原文。我一般分析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在第17课之前，在第17课之前，禅师经常用均线来做例子。就均线系统，你即使不用缠论的话，知道均线系统也可以。你这个也比你瞎猜强，对吧？均线系统如果学好的话，也是很好用的。那么，但是呢，均线系统一般是用2根均线，他举的例子，对吧？一根短的短期均线，一根长期均线，它俩有交叉的位置。这样的话，你可以组成一个均线系统。我们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禅中说禅，趋势力度。前一稳的结束与后一稳开始，由短线均线与长线均线相交所形成的面积，对吧？这就是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相交形成的面积。在前后2个同向趋势中，当禅中说禅趋势力度比上一次禅中说禅趋势力度弱时，就形成背驰。它是用这个均线相交形成的面积来比较是否有背驰，对吧？你也可以用MACD 来比较背驰，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的 MACD 它们2个比较的话并不明显，对吧？这个 MACD 的面积非常大，但是这后面基本上没有啊。然后均线的话也是高度非常高，然后下面这基本上走平的，所以这里你如果说想用 MACD 辅助来判断有没有背驰的话，其实比较难的。那么这里的话，它就用到了这个均线，对吧？前面这个上涨的时候，快慢线交叉的这个面积非常大，对吧？然后后面出现了价格出现了高点，但是这个交叉快慢线交叉的面积却比前面的这个弱，这说明这个出现了背驰了。所以说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判断背驰，后面它就出现了一波下跌，对吧？所以说你在判断背驰的时候，因为我们想要进场的话，一定是要有背驰的，无论是上涨的时候出现背驰，还是下跌的时候出现背驰，我们进场的位置一定是这个位置，出场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位置，一定是有背驰的我们出场，对吧？一定是有力度比较的时候，力度弱的时候你才出场。
或者说上涨的时候力度非常强，你肯定可以多拿一拿了。如果是这种力度非常强的时候，那肯定有4和5呢，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有力度比较。那么力度比较就要看背驰，那么你要么是用 MACD，也可以说用禅师的这种办法去看这个快慢线相交的这个位置，这个面积。好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3张图。禅师这个也非常感谢这个师姐或者师哥做的这个图形，因为在网上已经很难找到禅师原来做的一些这个图形了。那我们就借用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时要做的这个复盘，这个周末复盘。首先，下周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事件要来了，周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然后这个其他的话，周一还有一个非制造业指数，然后这个周二的话有一个10年的国债拍卖，然后周三就是这个利率决议，还有这个最重要就是大记者会，对吧？2点是这个这个利率决议，然后2点半是大记者会。我估摸着呀，因为最近出的这个，尤其你看像周五出的这个非农数据，就业市场还非常强劲，美国的就业市场还非常强劲。那么整体来讲，通胀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估摸着是不会降，虽然说特朗普一直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一直给美联储主席施压，让他降息降息。然后最近这个美国财长那个 Bernard 也出来发言，想让那个给这个美联储施压，对吧？说是2年期的国债的利率，预示着市场说现在应该降息了，对吧？他也出来给这个美联储主席施压。但是，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一个律师出身的，对吧？人家是律师出身，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估摸着是不会降，因为那个实体数据，就是这些经济数据显示现在不应该降，所以说通胀还有，所以说我估摸着是不会降，但是还主要看在2点半这个大记者会上，他能不能够给到更多的一些信息，对吧？是这次不降，是什么时候会降，还是说在年底还是会降？因为那个鲍威尔他是2026年应该是中期的时候，可能5月份或6月份就到任了，他就要这个离职了，对吧？所以说看他在离职之前，他跟特朗普怎么斗法。现在美联储跟特朗普在斗法，那么看应该能扛得住压力，因为现在特朗普那边施压的话，市场起码是这个就会比较恐慌的，所以说特朗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就搬个小板凳看大戏，看一下周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件，然后周四也有一些经济数据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下周还有很多的那个财报要出来，我们看一下周一有这个Palantir，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Palantir，但是呢，呃，这是在这个盘后，AMC 是盘后，然后这个 PMO 是盘前，然后周二 AMD 要出财报了，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Rivian，这是这个车企 SMCI，这就是跟英伟达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个制冷的一个公司，然后还有 UPST 啊，UPST 好像很多散户，我们频道里面也有朋友比较关注它。然后周三看一下，有一个这个诺和诺德，就是减肥药公司，这是在盘前出财报。然后还有 Uber 也是盘前，Unity 就是这个跟Metaverse 跟这个 Metaverse 相关度，他们是做软件的嘛，对吧？做游戏软件他们是这个有好多散户可能也比较关注这个。然后就是这个迪士尼也是盘前，然后盘后的话，ARM 对吧？ARM 是这个做这个芯片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个 OXY，就是石油公司，这是巴菲特钟爱的石油公司。然后周四是 Optify，对吧？然后也是一个云公司，Coinbase，对吧？跟这个比特币相关度的。然后还有 Mara，也是 Marathon，这是也是比特币挖矿公司啊，Pinterest
就是这个社交了。那么这就是下周这小公司比较多，大的话可能就 AMD 可能关注度高一点。这个周二有一个 AMD，还有就是这个 Palantir，对吧？其他的这个盘子都不太大，可能还有迪士尼，但是盘前，对吧？整体来讲，看你个人的这个关心的哪些，可以稍微的根据具体的时间。然后刚刚这个就是5月3号周六的时候，这个巴菲特的公司出财报了。巴菲特公司出财报了，在5月3号，巴菲特他们公司在这个也在做最后一次，就巴菲特最后参加这次的这个投资者大会，也是所有投资人的一个盛会吧。如果说你是觉得价值投资非常契合你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所有全球价值投资者的一个盛会，在5月3号，这个巴菲特会回答很多问题，网上有很多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呢，在这个巴菲特公司已经出了这个财报了，第一季度的财报，它也是可能是唯一一家公司是在周末出财报的。那么它的股价应该是在周一会体现出来。那么看一下，它第一季度营收800多亿，上期是898，本季度是897，对吧？然后基本持平，净利润46亿，同比减少64%，同比减少64%。上年同期盈利127亿，然后第一季度投资亏损50亿，上年同期盈利14.8亿。截止2005年一季度末，伯克希尔哈撒韦现金头寸升至347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吧？上一个季度末为3342亿，所以说，它第一个季度这个看这个数字的话是亏损的，但是现金头寸升至了历史最高点。等一下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公司图形，看一下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图形。好的，那么我们来整体看一下，先看一下大盘，复一下盘。那么这就是标普大盘，我们也是先看一下大周期。那么现在5月份刚刚进行了2个交易日吧，那么现在是月线的图形，那么已经是开始缓慢爬升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个月线的，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月的顶分型，然后现在是连续2个月下跌，现在是开始往反弹。如果说要把这个6147打掉的话，那么就是说3491上涨的延续，对吧？就是这个顶分型变成了一个中继顶分型，但是这个顶分型我们看它前面已经出现过多次这个顶分型，出现过多次顶分型，那么这个想要再次突破6147的话，那可能除非是特朗普那边跟中国达成协议，然后这个贸易战不打了，然后什么其他的更多的好的消息刺激，才有可能突破6147。我估摸着突破6147的话，难度有点大。我个人估计难度有点大，但是我们这都是个人猜测了。最主要的还是去跟踪市场，跟踪市场当下，市场也可以是慢慢爬，在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慢慢爬，可能稍微突破一下6147之后，然后形成了3491上去，然后它的次级别可能出现背驰了，然后才开始快速下跌，这也有可能的。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在大图形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推测，那么具体的还要去具体跟踪。如果说它要真的要满足回撤一笔之后，那么如果说碰到了这个前面这个4818，其实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月线大中枢，出现月线大中枢之后，这个位置还是一个结构买点，还可以继续往上去，或者说继续回来在这里做中枢震荡而已，对吧？这就是在做这个月线中枢，因为它在这个美股啊是一个牛长熊短的，它在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季度中枢，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季度图，这个中枢是有一个季度大中枢啊。那么第一次这个高点在什么位置？2000年，然后出现了这个2000年那个泡沫，然后第二次这个高点在什么呢？在08年，就是这个次贷危机，这是08年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波下跌，对吧？这是在这个周期是季度图上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中枢，最明显的这么一个中枢，所以现在其实是在离开段，是季度中枢上的一个离开段，这个离开段这个回落都不够比，就起码在季度图上它是不够比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季度这个周期上，这么大的一个周期上还没出现三买呢。如果说这次有效回落的话，还是这个大周期的一个三买点，对吧？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点从这个起涨点。如果说能跌到4100的话，还是下面中枢的三买呀，对吧？所以说呀，下跌不是坏事儿，你就看你能不能够熬到这个位置，或者说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有准备的进场做多。所以说，用这个大周期一看的话，你应该对美国的经济是非常有信心的，起码，可能比其他的经济强，对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市场这么活跃。那么在这个月线上，月线上下面从这个起涨点666，它没有中枢，在月线上一直是浪形，1、2、3、4、5、6、7，一直第7浪。那么我们之前说过，模型里面是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对吧？就是到七段，甚至到第9段，基本上它的上冲那个力度就开始弱了，基本上要回来做中枢了。所以这里大周期上，如果说要回来做中枢的话，就是在这里做一个月线中枢。月线中枢之后，我们看它是要离开还是继续震，对吧？就是通过大图形让我们做一个推导。我们来看一下6147跌到4835这段的一个次级别。周线上，我们一直在不论是过去的这周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一直说过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是说现在从4835反弹即是4周啊还不够比，就看下一周能不能够再打一个小高点。如果说下一周再突破这个最高点5700.70，对吧？刚好是到5700一个整数位。如果说再次能够突破5700的话，然后但是呢不能够碰到5773，就下周如果收盘之后不能够碰到5773，但是能够突破5770、5700，那这样的话周线上就反弹够比了。当然它也可以拉回去，对吧？拉回去也没有关系啊，这里有一个类中枢嘛，我一直说这里有个类中枢，可以拉到这个中轨这个位置。中轨现在的价格在5941，也就是6000附近。如果说能够到6000附近的话，那么是一个压力非常重的一个压力位置，对吧？那么如果说要回去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哎，这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周线大二脉。如果说真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周线二脉哦，它可以快速杀掉，再次杀掉4800，也是可以先下来一次，给一个二买，然后再上去做一个中枢，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反向中枢，然后从这里再走离开段也可以，对吧？就看它这个下杀的这个力度了。如果说是一个快速下杀，那就要再次跌破4800；如果说是只是一个缓慢的下来之后弹一次，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均线，然后再次走离开段也可以。具体怎么选的话，还是让我们当下去跟踪它。我们再看一下，从4835涨到5700，这个它的次级别。那么日线上，在我们这里现在是画了3段，因为我们是用的次高点，不是用的这个4月9号这个最高点，因为4月9号我们一直说4月9号是因为特朗普发推文造成了市场一个大幅上涨，所有的股票都有一个大幅上涨。那么标普当天是涨了9.5%，对吧？非常恐怖，指数涨了9.5%。那么它把这个图形给破坏掉了。如果说用次高点的话，那么它就是有3段。我们之所以用次高的目的是有3段可以比较。那我们之前也比较过这个位置，还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5726，看到没有？刚好是突破了5700，然后还没有回到前面的这个5743、5773。这个关键点位在5773，它突破了这个5700，然后等比例在5726，这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么这个 MACD 也是到了零轴这个位置，然后下周又有这个美联储周三有这个利率决议，所以说所有的都顶在这个位置，然后还有这个200天均线，200天均线也在这个位置，120天也在这个位置，对吧？现在当下200天是在5746，5746也是没回去，200天5746也没回到这个5773这个位置，所以说所有的这个都时间点也好，这个事件也好，都到了5700到5800这个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如果说能够突上去的话，看能不能再往上冲到6000，这是比较好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掉头了。掉头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如果说要掉头的话，那么先看能不能碰到这个次高点5459。
如果说碰不到4高点，可能还能有个小五浪，就是一个1、2、3、4、5，对吧？小五浪可能可以再打一个小高点，以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周线上这一笔的结构内部更饱满一些，对吧？然后五浪之后可以继续掉头往下走，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这不是到了5726了吗？然后可以一个快速往下走，就是说可能快速通过5459，直接往下走。所以说，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够利用完全分类。我们在上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几个这个缺口，现在它上来之后有几个缺口，已经有2个缺口了，对吧？那如果说要把2个缺口都补掉的话，那也要回到5300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它下跌的时候，这些缺口都补了，下跌的缺口都已经补上了，那么现在这也有个缺口都补上了，现在就看上涨的这些缺口什么时候补了。所以说呀，呃，如果说真要回来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相对的高位，也就是200天附近，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等比例，下周5726这个位置可以稍微减一减，对吧？毕竟从这个4835上来已经涨了10%了，应该我们看一下，18%，涨了18%，从5101是涨了10%。12%，对吧？所以说，大家应该如果说一直是做多的话，或者说一直在里面做差价的话，这个位置应该也有不少利润了，可以拿出来一点，对吧？在这个位置可以，它往上走，你可以有底仓；往下来的话，可以再加回来。你这样的话，是不怕它有震荡的。好的，这就是针对指数，我们简单就从月线一直分析到日线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今天这个巴菲特要这个就是已经出了财报的这个公司，这个 BRKA 是它的这个 A 股，BRKB 的话是 B 股。你买 A 股和买 B 股应该都可以，区别可能就是有没有这个投票权，对吧？但是呢，A 股的是现在的价格是80.9350，最高点是812855，对吧？80多万一股啊，80多万一股。那么它的 B 股的话是在最高点是542，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 B 股。我们之前是分析过，看一下它巴菲特这个公司的大周期，也是它在1996年这个图形是最远在1996年，但是 A 股的话应该是80几年的图形，1980年之前也有，所以说这个是在1980年就上来的。我们看一下 B 股这个，也是它在下面也是有一个大的这个季度周期的图形，然后也是走的浪形，现在在季度上还是一个大三浪，1、2、3，这所有的这些都是三浪，因为它这所有的回落都不够比。然后月线上，从这个起涨点的话，就是这个第三段里面又是一个浪形，1、2、3、4、5，一个五浪，对吧？那么我们利用这种区间套这种方法，就是层层降低，然后再看它第五浪259上来这段，周线上259，1、2、3、4、5、6、7、8、9，第九浪，所有的都是浪形。你会发现这公司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都不做中枢啊，它都不做回来，都回来都不做中枢，就直接往上走。这个结构越简单，如果说是以浪形模式往上走，这说明这个结构非常简单，说明这个动能是非常强的。一有回落，大家都去买，就来不及让你这个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它就上去了，就说明买盘的这个动能是非常强的。那么再看一下最后这个440上来最后的第九浪的这个次级别，也就是日线。那么440在日线上开始有中枢了，这是1、2、3、4、5，可以是画成五浪的模式，但是呢，因为这个就这4、5根 K 线吧，破坏了这个结构，你也可以画成一个浪，这个带中枢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下上下上下也可以，这里就有一个中枢也可以，对吧？你会发现在这个特朗普开始打贸易战之后，它也是快速了一个下跌，但是它跌的没有这个指数大，从这个高点跌到这个低位是14%，对吧？指数是跌了20%啊，但是它现在又新高了，它从这个低点又打了一个高点，所以说你会发现巴菲特的公司这是非常强的。
那么它当时也是刚好踩了一脚200天均线，踩了一个200天得到了一个支撑。指数那面是踩了一个120天，它是踩了一个200天，这就是指数跟个股它这个区别。那么现在又打了一个高点，那如果说它要回来做中枢的话，如果说以这个做这个下跌段的话，你就看这里做中枢之后，是不是要再继续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的话，它在周线上已经是第9段了，1、2、3、4、5、6、7、8、9，那看能不能回来，之后做一个中枢，周线上做一个大中枢，然后再继续往上走，对吧？这就是我们以通过浪形。那么因为它刚刚公布的这个财报，它是虽然说有很大的这个现金，但是亏损状态的，有可能是要把这个小缺口补了，然后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调整。你也可以从它这个起涨点看看能不能够调到某一个位置，对吧？这样的话，就只要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都是很正常的调整。好的，这是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巴菲特的公司，然后看一下 Palantir，也就是下周一。但是呢，这个上面说的是下周一的晚上，就盘后。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是5月5号盘前，那么我们以这个 TradingView 上的这个为准，对吧？这个5月5号盘后要出财报，因为周一的话我是没有直播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那么 Palantir 也是2024年的大牛股，那么我们一直说是从5.92上涨的，5.92上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周线中枢，它这里有一个非常牛的一个3买，这个3买为什么牛呢？就是这个回落的这个低点在20.33，这个中枢的上沿在哪儿？20.24，刚好没回来，刚好没回来，形成了一个周线3买。那么这个回落是非常牛的。如果说你能够抓住这个周线的3买的话，那么一波上到125，这也是为什么禅师一直建议我们小散户要多做3买。如果说你做空的话，那就多做3卖，对吧？因为做3买和3卖，因为3买或者3卖之后，它只有2种情况出现，比如说出现3买了，它要么是走势继续向上生长，要么是这个出现大周期的一个扩张。比如说这是一个中枢，然后出现3买，要么是继续向上生长，这是如果说生长结束的话，它就回来，那就是大周期上出现了一个中枢震荡，对吧？如果说它这个生长性非常顽强的话，那就会一直生长到再次出现第2个中枢，才可能结束这波上涨。所以说，有能力多抓3买或3卖，但是3买或3卖你抓不好的话，如果说你抓不住的话，它就回到这中枢里面继续中枢震荡了。如果说你要是去抓，一般抓3买或3卖都抓第一个回落，而不是说抓第2个回落。第2个回落可能也有利润，但是可能相对的危险性就是没有那么像第一个那么稳妥。因为第一个回落的话，它还是在低位，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位置，假设你抓3买，你去这个按照你的分析，这个位置也是3买，但是其实第2个3买了，但是呢，它这个回落你进去了，但是它又延续下跌呀，它可以延续下跌的，它直接走反向了也可以的，那就会造成你这个买在了半山腰上。所以说这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做3买或3卖的话，尽量做第一个。好的，这是这个周线上出现3买之后，那么现在从66.12上涨到现在，只有4周，还没有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125.41，就看下周能不能够突破历史最高。如果说能够突破125.41，那周线上也成比了，那就成了一个5浪了。1、2、3、4、5，完美的5浪。看这个第5浪之后，这个力度怎么样？第5浪力度很强的话，也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毕竟它这个整体表达是非常强的，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4周，从66.12涨到124.39，还是一比，这个有回落，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不够比，日线上不够比，所以说日线上只有一比。看一下1小时上，好的，66.12，1、2、3，一个3浪，2次回落构成1小时的第一个中枢，再开始往上走，又是小3买，看到没有？又是1小时3买，所以你看发现出现3买之后，又是一个快速拉升。所以说做3买的这个好处就是你不去震荡，你就是节省时间，因为震荡是
很磨人的，这是禅师说的，对吧？是对小散户来讲是浪费时间的。如果说你去买三买的话，那就它买完之后直接涨，这就是三买和三卖的这个威力。那么出现三买之后，又是一个一二三四五，又是一个五浪，发现没有？你会发现那个涨得好的股票，往往这个结构都非常简单，荡两下之后直接就往上走，全是以浪形模式往上走。所以这种股票，你想追的话，你都不敢追，就等回落，你在等回落，它不给你回落，它一直往上爬，对吧？所以说这种股票你很难，如果说你不太了解它，或者你只想做短线的话，你是很难拿得住的。所以说，不要单纯的做短线，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因为它从这个起涨点已经是一个一二三四五了，对吧？MACD 表达并不够强，MACD 的表达并不够强。那么，我个人建议是你不要往里追它，对吧？如果说一个高开的话，那么很容易回落下来，对吧？当然了，它也可以出现一个高开，然后又回落，碰不到前面的小高点，还可以有第七笔或第七浪也可以。但是我是不建议去追它的。如果说开始有回落的话，那你就看这里，这里有一个类中枢，有一个区间，看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或者说可以把前面这个小低点稍稍打掉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扩张中枢，也可以的。这样的话，在这个扩张中枢在这里震，就形成中枢了，这就是 A 中枢。那么这里就做 B 中枢，对吧？所以还是要买回落，如果有回落的话，这个位置还是可以进的，因为它这里做 B 中枢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124回落的话，到前面这个小低点6.8%，对吧？往上走的话，那你就是可能要打掉前面的高点。我们看一下日线上，因为现在这个周五收盘最高点是124.42，比这个历史最高点就差一点点就到历史最高点了。那么往上走，我们就去不那个可以从1小时上用那个斐波那契测一下也可以。斐波那契扩展器，如果说你用这么测的话，那么等比例在136，对吧？它完全可以生长到136也可以。那么现在价格到136%，10%，对吧？所以说，就看它怎么走了，就看市场的一个出财报之后的一个怎么选。这是针对这个 Palantir。那么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VIX，其他的，因为我们在那个直播中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就不过多的这个占用大家时间了。看一下这个 VIX，周五的话又是一个下跌，现在已经快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么你会发现，特朗普搞的这一波大跌呀，或者说这个大的震荡，VIX 我们之前是看过它的这个月线图的，我们当时说它一般的这个极值，看它这个有一个45到50吧，就是它的一个极限的位置，在这个之上的话，它很难停留在45和50之上，看到没有？所以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间在这里面。一旦出现这个 VIX 往上蹦的话，你去做空它的话，基本上很难亏钱。如果说你不用杠杆，然后这个只是这个去简单做空它的话，是很难亏钱的。它一旦出现这种大的这个 spike，一个尖儿，一个长上影线的这种，你去做空的是很难亏钱的，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告诉我们，出现大震荡的时候不要害怕，或者说不要恐惧，千万不要去这个这种大震荡去割肉。那么你现在回过来看，已经多次体验出来了。那么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或者说踩一下120天或200天，然后这个 MACD 最好给它压到0轴以下去，都到0轴以下。那么这样的话，股市那边可能会再涨一涨。如果说踩到120天、200天得到支撑的话，那可能要弹一下。它如果要弹一下的话，说明股市这边可能要开跌了，对吧？弹一下之后可能继续回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二卖，前面这个是一卖。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继续跟踪一下，通过这个 VIX 侧面的这个来分析一下股市那边。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